杨氏太极拳之2.10.11白鹤亮翅柔膝咬步，一样是提手的延续，但有不同的表现。严重警告：这里所有的动作最好请专人指导，操作时需缓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还硬做，这样容易造成对手的受伤。由于我们说的是武术而非养生，所以希望所有的人能宽容忍让。这是我老师每次教我时所强调的。我老师每次都会提及，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及宰相肚里能撑船。另外特别说明一下，由于我本身左手断过没接好，所以经常的左手会不到位，特别说明一下。就如第一趟提手所说，后续白鹤亮翅及柔膝咬步是与提手连续相关的。要整个连在一起看，才能看出在做什么。我们先看打拳的形，开始。在开始时我们会有一个向左拍，在肘击及肩靠动作，也就是一个挤跟靠。看一下细部动作。其中拍的动作，假如您想要发劲，就要能够一拍就能把对手的手弹开。一开始办不到不要紧，记得放松的练，但需体会整劲，主要是身体的转动动量及瞬间的同步，有机会再细拆。而且以挤而言，主要就是要挤进漏洞里去，所以一般只要轻轻的拨开，能让肘进去做肘靠就好。我们就来接续用法。首先，左手踩对手的左手，而右手托住对手左手肘时，挤进去用肘靠，再续用左手拉用肩做支点，做前摔。遇到抗住，再往回做亮翅。是装在脚底不行看。这样也是懂。直接变成柔膝咬步。遇到对手闪避，直接用左手抹，同时起右脚。哎，对对对，不然。脚要起来往回跑的话，等于说这个时候转过去撑，我手要起来的时候往另外那边跑。如果往回就是这样。对，往回就是这样。另外一个为铁夹手的变化，就是当对手利用手的转动化开我拖住的手，同时继续往前冲撞或打击时，这种转手前进的化解手法是在第3趟，源自八卦掌，基本上就是手背转动。好，再来。
对手以直拳攻击时，轴被我拖住，此时对手就采旋转钻入继续攻击。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迅速转换成标准的铁夹手，也就是前手右手在上往下按，左手往上拖。这个就是铁夹手。当对手拳钻入，我则迅速推后，将前手粘连迅速下盖做铁夹手，同时再往后捋，并起左脚。再进一步就是提手使用肘弯处，这就是我们所提的全身四手手非手，多一只手的观念。假如您练成了铁砂掌，这个就已经达到了；没练成就用虎爪往喉部刺。用肘弯处用搓转的方式做摔，如影片。拖轴翻轴可以的话，使用借力方式。建议先把这单一动作先做好，再用借力方式。用肘弯处前挤，借对手反抗力，同时借用小背摩擦滚的方式。另外强调一个重点，是前面提手上势的重点。不做踢时，右脚要在自己的正前方，对敌侧身要做好，要防止对手直接抬腿撩阴。一般在做提手时，有时对手会起前脚，左脚上踢撩阴。做这个时候勾闪，必须要提手对，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变成。这时的对应方法就是直接转成搂膝袄步。不让一定卡住了。可是我如果踢你撩阴，你不好做哦。对手直接抬腿撩阴时，就要迅速转成搂膝，记得前腿要往后侧，成为袄步。应该这时您就会了解为何用袄步。再次强调，做不出来不要强做，要保护好您的对手。这些最好都是借由手把手的教导传授较好。这些往往施力方式，
差之分毫，失之千里，会完全无效。所以这也是太极拳难传的原因之一。由于从到年后起有一大段会在第3趟重复一遍，经过分析，其实是因应第3趟状况不同，是应付对手快速强攻的状态。因为假如在第3趟再提一遍的话，很多人会直接忽略，所以在此先提，下趟我们就直接省略，敬请见谅。但请记得第3趟时所呈现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。其实第2趟的提手就已经很多人忽略，很多根本没有看文字及解说，已经强调很多次了。同样的式子在不同的地方用法不同，太极拳重点在接续处。再次说明，杨氏太极拳是先人留下的宝典，打法就是用法，招式前后有因果关系，内容说明着太极拳的拳理。如何接力，借了什么力，如何四两拨千斤，全在这套拳中呈现。所以有时候我会问学生，学到了这里，看到了太极拳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认为这套太极拳能够任意删减吗？假如您对我们的影片有兴趣的话，也觉得不错的话，除了订阅、按赞之外，亦欢迎分享，让大家认识这套拳。想要查看其他的影片，可以点击视窗左下方圆形图像，就可以进入频道页面查看所有的影片。请点击此处。